嗨，你好，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呢，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，我是能杰，我是丽珍。是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在这边谈的课题呢，是 Guru 的崛起是商机还是危机？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谈这个问题呢？是因为这几年在市面上真的是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所谓的 Guru， 那包括了像是股票投资的 Guru 啦，理财的 Guru 啦。还有这个商业指导 guru 或者是营养大师等等的啊，其实 guru 它这个字本来它的字面上的意思是正面的啦，它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指导者或者是启发者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呢，可能去误导大众，或者是去敛财啊，它可能会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的，甚至可能会害我们一些朋友或害某些人倾家荡产。我觉得报章上其实也常常看到啊。最近的电影很红嘛，也有讲到这个部分嘛，对不对？是没错。那其实呢，今天就 Guru 的这个话题呢，我们就请到了我们的新任的这个财经制作人呢，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跟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哦。那其实这也是我们最近的一个新的尝试啦，希望说在自由时事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用聊天的方式，然后把一些时事的课题把它给好好的聊出来。那今天为什么会找到丽珍来到节目当中聊 Guru 呢？丽珍要不要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究竟你是谁，然后你的背景是什么？ OK， 我是丽珍，之前有14年在银行跟这个投资方面的一个教育工作这样子啦，所以11年都在银行，然后过后的3年呢就自己出来再从事这教育理财的工作，然后也刚刚也就是昨天也毕业成功了，所以我现在是一个经济硕士生啊，恭喜恭喜！谢谢。对，所以其实丽珍，我觉得以你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背景也好，或者是这个学历也好，真的是非常有资格今天来谈这个课题哦。那先来问丽珍第一题，就是为什么这些市面上的guru他们的号召力很像非常的强？我们看到很像很多的这些持牌的这些理财规划师啊，或者股市分析师，可能他们的 follower 都没有这些guru来的多。能姐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自己觉得你对理财这个部分的话，如果叫你去了解理财课程，你第一个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很难吗？那些所谓的对我来说当然不难啦，因为毕竟我是在这个行业嘛，对不 对？可是你的朋友们，对，我相信在我身边的同温层里面，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这很像是一个很专门的学问。可是其实呢，理财它在我们的生活上是必备的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用钱嘛。对不对？然后我觉得这些所谓的 guru 呢，他们就会用一些比较生活化的方式，然后来让大家知道理财的这个知识，然后反而是可能一些认证的那些理财大师呢，他们可能会常常用一些比较专业的术语，所以就造成了大家会觉得讲好像投资是要很高 level， 你要很有钱你才能够投资这样子，不接地气。对，不接地气。对，他们可能会用很多专业术语，对，让人觉得有距离感。你就觉得很难哦，理财投资很难，好像感觉理财投资都是属于有钱人的事情。我没有钱，我应该不去碰先。了解，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原来 guru 的兴起就是这些理财规划师的责任啦，因为他们不够接地气，是这么说吗？其实大家都很想要去学理财这个部分，可是他们可能上了几堂课，然后或者是听了几个讲座，他们觉得好像很难，太多的专业术语，好像觉得我根本不是我的料，我没有办法去继续的学下去。我很担心今天这一集节目播出之后呢，很多理财规划师会很恨你啊，说什么原来是我们的责任，没有啦，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意思就是说，其实理财规划师，如果你们希望说马来西亚的这个理财观念，或者大家能够跟这些有牌照有执照的人学习的话，那你们自己也要变得可能比较接地气一点，多说一点人话的意思啦，对不对？让大家都听得懂你们到底在讲什么。可能我再用一个例子啦，过去可能我们在学中文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很多的文言文，可是现在大家可能在看文言文方面，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困难，反而喜欢白话文。这个就是社会整个在变迁这样子，所以我们也跟着要变迁了。是，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说，大家还是如果不管是在投资股市也好，或者是在理财规划，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些有牌照的一些理财规划师，是来的比较有保障的呢？这是肯定的啊！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的国家银行，包括讲我们的 SE 鉴证所的话，它也是一直在鼓励，甚至是它有做了一个listing， 把所有合格认证的都已经放在网上供大家去参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所谓的认证师的话，他们是有在这个法律的底下是被 cover 的，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大家都能够去 report， 就是能够去
去投诉他，可以去检举。对，我也很想要了解，就是为什么这些 guru 他们这么有魅力，这么有吸引力哦。我看到很多，哇，他们的收费非常高然后大家还是就是趋之若鹜的，然后就是报名啊、参加，不管丢再多的钱进去，他们都要去上这些 guru 的课。反而是这一些的所谓的有牌照的理财规划师，即便是他可能是免费上课啊，或者是免费教课，大家都不来上。这个情况让我觉得看得有一点点不飒飒。其实我也是很担心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因为基本上所谓的这些 guru 呢，他都会告诉你什么？我们来我们的课程，你多少天你就能够学会某个技巧这样子，或者是来多少天你包你能够赚到多少钱。对，然后我在想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就是学士读了3年的经济系，然后硕士又读了2年，我们用这种5年在家，我们平常有很多的考试，每年都要有一个20个小时的所谓的学习的时间去 renew 我们的license，这样好像感觉真的是那么容易吗？所以他也打着就是人心快，然后赚得多这个部分，所以就很容易吸引啦。所以我们真正去看的话，这2年你注意的话 MCO 是最多的，可是现在反而是比较少所谓的这种投资guru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2年经历了嘛，市场也不是很好这样子，所以大家都在经历这个过程当中，可能你的整个投资的所谓的 portfolio 也没有那么漂亮了。这样真的是你去上几堂课你就能够包赚的吗？我觉得其实 guru 的兴起呢，可能跟我们我不能够讲说只是华人社会啦，我觉得是整体社会，各个种族整体上面，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能有一个比较急功近利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。这急功近利的文化呢，可能也是造就了我们的这个 guru 文化特别盛行。你认同吗？这绝对是我认同的，因为 guru 就是教人家你来，可能他到最后他就是卖你一个 software， 就是软件，然后你跟着软件，然后你就能够再选什么股票是最好的。然后甚至我还有听过的就是你去你加入会员，可能你是钻石会员，你可能是白金会员，甚至是黄金会员，然后不同的组其实也会发放不同的一个消息让你去做投资。可是我想问的是，如果我们今天是去给了钱去上课，你到最后你要拿的是什么？你要拿的是知识嘛？到最后你上了，可能2年后，你到底还是会投资，还是你还是要依赖着别人？依赖着别人是很辛苦的，因为到最后，如果他给错你的消息，而且很多时候他们的消息来源是怎么来的？他们真的有去做所谓的分析吗？这样你倒不如你把这个2年的时间好好去学习起来，这样未来你就不用烦了啊！你可能接下来你还有一个20年、30年。你就可以很自由的在做这个理财的这个任务在自己身上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立珍，如果我就是一个这么懒的人呢，我就是一直想要依赖别人，我就是不想要自己学会如何自己投资，那我相信这样子的人可能也是大有人在的。这是肯定，所以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投资产品嘛，你可以开始从你的定期，然后或者是基金啊，基金是完全是交给专业的人在处理的，但是那个钱可能赚的就不够快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很想说我们的那个巴菲特他从来他也告诉我们，就是我做的一个投资到底是成功与否，他也是要用2年的时间来看待的。所以很多人都在误会投资一定是快，我们今天不是教大家投机，我们是教大家投资。对，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投机的念头给抛下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就会让自己整个的财务呢都陷入在一个非常的高风险的状况当中。而且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自己学会投资啦。对，追根究底，你不能够老是依赖别人。如果你真的是希望说你的现在有的这个金钱，它能够钱滚钱，它能够透过投资让你的财富越累积越多的话，那你真的要学会自己投资。那我觉得到底这个人是不是 guru， 除了看他是有没有证照之外，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，就是说是这一个顾问也好，或者是这个咨询师也好，他是让你未来可以独立，还是说他会让你一直不断的依赖他？这个也是分辨到底是不是 guru 的一个很好的办法。所以我们拿个例子来看的话，我们拿美国跟马来西亚的例子，基本上美国人的话，他们的投资他们都可以是听了你给的建议，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做决定。可是我发现马来西亚人的话，在这方面真的是到最后你做决定咯，可是到最后你自己的投资啊，有时候我们自己做的决定
然后我们自己有那个责任，所以我们学习的会更快。可是如果你把东西完全抛给另外一个人的话，你到最后你就会每次一直在问啊，我为什么这个会亏啊？然后为什么这个东西不如预期啊？因为你在什么情况之下，你在不了解的情况之下，你就开始了一份投资，所以这很危险。是，那其实为什么我们要防范这些guru呢？因为我自己也遇过这些guru啊，然后当然不是投资理财方面的，比较是在营养健康方面的。对，大家看到我这个体型就知道我可能有这个瘦身的这个需求啊，所以我就曾经去请教过一些guru，然后我就发现说，哇，其实这些guru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地方，我后来我发现了之后，我就拔腿就跑。我发现他们其实是比较顾及自己的商业利益，多过于关心你。他可能会介绍一些东西给你，但是他可能里面的成分也不是那么样子的正确，或者是他会去尝试的去骗你的钱。我觉得一点我们要理清的齁，每个人的财务的目标或许不一样，然后每个人的财务的所谓的 gap 也可能不一样，所以如果一个真正的好的老师，他会因人而异的去给你建议，而不会是卖一种药跟100个人说的都一样。如果他卖一种药跟100个人说的都一样的话，这个可能你真的要考虑哦，因为真的不一样，每个人的风险程度不一样，每个人要的结果也不一样。有些人可能他很能带风险，他晚上就算亏一个20%他都能够睡好，有些人可能你亏一个5%他晚上都睡不好。所以这个就是我要强调的，我们真的是没有一种药卖给100个人都一样的。是，然后现在呢，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马来西亚证监会呢，终于是要出手打guru了。我用终于，其实我真的是觉得蛮语重心长的，我觉得也是时候了啦。那其实呢，现在证监会也推出了这个所谓的反诈骗平台哦。那最近有5位自称为投资guru的人呢，以招摇撞骗的手段呢，被证监会给对付。那么这样子的打击，其实是不是多少对于我们的整个市场会有帮助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会不会让我们的市场安全一些呢？我觉得整个过程就好像银行的体系也是用了100年慢慢去建立的，然后这个体系所谓的认证师的这个体系也是在不断的在进步当中，让它完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 SC 这样子做是很好的，因为你没有执照，你可以说话的就是很不负责任。可是当你有执照的时候，你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被 record 下来，真的对方就是你的投资顾客要去投诉你是可以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发展，让我们整个社会是越来越完善。到最后的话，可能我们一天我们就跟新加坡一样，我们跟美国一样，大家的理财教育都很好啦。但看起来呢，我觉得虽然政府呢现在是有花一点的时间跟精神在打击假的guru哦，但是我相信真的你要抓也真的是抓不完啦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苦口婆心的劝大家说，如果你真的是要投资股票，或者是要去投资一些理财产品的话呢，还是要怎样呢？还是要去找一些认证合格，然后是 Bank Negara 跟我们的 SC 是有 register 的那些投资顾问这样子啦。那你会不会也想要劝这些guru们，其实考个证照也不是很难啦？对啊，我觉得就是 supply and demand 的一个平衡啦。你们这些所谓的 guru 们 OK，就是很好的，已经带来给大家这个醒觉，理财的醒觉。这样真的你们就继续深耕，去考个执照，让自己更加专业。然后那些合格的理财师呢，我们是不是能够调整一下我们的就是理财内容，让它更加接地气一点？这样马来西亚的整个理财的这个环境就会越来越好了。我听明白了，意思就是说呢，那些没有牌照的guru呢，去考牌照啦。那么有牌照的guru呢，你们可能可以在就是教课的时候多向guru学习一下所以这2种角色可能还是有一点点互补的空间，这样是吗？它绝对有互补啦，就是慢慢可能10年后，能杰我们就可以到处找很多的理财规划师过来我们的电台这样子。因为大家都已经是理财的知识已经很好了不用10年后了，我希望明年就可以，好不好？所有的这个没有牌照的guru，赶快去考牌照，好吗？我们今天的结论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可以。还有啦，就是再次苦口婆心提醒大家，就是投资理财需谨慎，那一定要跟对人，要跟有牌照的哦。那我们今天就先暂时进行到这边。那如果正在收看我们影片的朋友呢，请大家一定要怎样？按赞、订阅。开启我们的小叮当，对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